老架一路，转身摆连。接上式，上步七星，下步跨虎。转身摆连，松右胯，身法微向右转，向右螺旋时身法放松下沉，右手逆缠上穿，左手逆缠按掌放松下沉，两手对拉，上下外蓬打开，下手合于膝盖上方，上手合于身前中线。好，当走螺旋，重心左移，左手顺缠上领，与右手产生相合，摆右脚脚尖，捧右胯，勾扫转身，切换重心，撤步插脚，坐成螺旋，顺势松右胯领左膝，对拉开步，当走后弧，摆脚上蓬，合右胯，扣右脚脚尖，点脚收步，领膝弹踢翻胯，摆连击响，定式相合。好，换方向，上步七星变下步跨虎，松胯螺旋对称，重心螺旋转换，摆脚合手，勾扫转身，切换重心，插步摆脚，收步提膝，开步对拉，当走后弧，领手上捧，收步相合，击响外摆。转身摆连这个动作呢，主要凸显的是转身啊。转身的这个过程里有很多种不同的动作，可以再跟大家去示范一下。比如说第一种，在转身的过程当中，通过步伐的交叉转换，插步、螺旋、提膝、开步、变、摆脚、摆连。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倾向于表演很帅的一种身法，扫腿转身、摆脚，挂膝螺旋，对拉开步放松下沉。是一种单脚直立螺旋的身法。这两种身法呢，有的人说这是新架和老架的区别，实际上呢，其实并不是。它是咱们太极拳在传承的过程当中用于比赛竞技表演时的一种身法。所以不管大家是在扫腿的这个身法当中去做，或者是做步伐转换，都是可以的。因为最早期的时候，太极拳没有起势收势，起手就是金刚捣对。家乡话不是说吗？会不会金刚大捣对，对不对？所以呢，咱们得先从转身的步伐上来跟大家强调。首先第一点呢，它既然有转身螺旋的相合，我们要看到步伐上的一个变化。它是一个学习了咱们八卦掌的一种步像扣脚步看到这个位置通过右胯的螺旋相合，带动左脚脚尖，左胯螺旋相合，扣脚，随后当胯螺旋转身摆脚。在上步的过程当中，有些同学喜欢上大步，这样一上一转身根本就没有插步螺旋的意义了，就只有一种像类似于往后走两步，甚至有一些同学还跳起来，觉得这种动作很好看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它是一种扣扫腿扣进来以后，摆脚尖，注意看咱左脚的变化，扣扫过来，然后再后撤步。它的这个脚呢，有一种勾踢抬挂的含义，那不能直接把它做成简单的一个扫腿上步，这是一个细节。怎么去勾扫呢？从侧面看，当我们扣完步以后，注意看当胯，右脚摆过来以后，利用腰胯的螺旋合劲儿，看到没有？脚尖像是一把尖刀一样刺过来，勾扫刺过来，刺过来以后，当胯一转，再后撤步。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种不同的练法。有的老师比如说勾扫的角度少了，那你就后插步转身螺旋。如果你勾扫的角度多了，那就后抬脚放松下沉落，很简单的一个调节步行就行。所以这个动作它是一个很活泛的，但它突出的是一个啥？扫扣的一种腿法。那这个时候你再看，光看扫扣的腿法可能看不出来个所以然，但是如果结合上身法，
哎，右手在后，左手在前，右胯在放松下沉的时候，随身法的螺旋下沉，带动左手逆缠按掌，啊，这样向下相合。右手随身法的右胯相合，螺旋向上，穿掌逆缠外捧。有了两手的上穿下按，上护眉额，下护裆胯。重心左移，随身法的螺旋，一定要注意这个位置，它是转，而不是重心往这一压一摆脚，直接就过来了。它是以小度螺旋在旋转啊。到这个位置以后，把右手的螺旋外捧和左手的逆缠按掌，通过腰腹的右转螺旋给它体现出来。手是在转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外捧，而不是就放到这儿不动啊，一打开就结束了。不断的是在产生外捧的身法，把这儿记住。那再去往下走动作，你摆完右脚以后，扣扫的同时看左手，转顺缠接手，那这个动作不就形成了接手勾扫腿了吗？啊，这种动作是不是就产生了？所以啥叫竞技表演？就是从传统的基础上，把你的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给它体现出来。勾扫转身，哎，如果你勾扫的劲力够快够猛，这不就转过来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身法在转动和螺旋的过程里面，不要去想着说老师我怎么去扣扫，扣到哪合适。只要动作上的这个合胯转腰的勾扫的劲力，哎，能体现到身体的动作外形变化上，无所谓你去单脚支撑螺旋，或是扣脚扫腿螺旋，都是可以的啊。这是第一个大细节。第二个细节，那就是我们在扣完腿扫完以后，这个身法的下沉是怎么去沉的？是侧步还是落这个后脚？那答案肯定是侧步。为啥？因为我们转过来的一瞬间，身体是什么呀？朝正前方向后落脚。有的老师习惯性的去落脚后跟，行不行？当然行。因为转完这个身法以后啊，不管是侧步还是后开步跨步，它都是为了干啥？都是为了让你身法先下沉，再后坐。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体现动作转关的细节了，它在这个地方结束之后没有攻防含义，就是一个转换身法的细节。你喜欢这个啥？看以脚尖为轴开步，那它是不是脚尖先落地了？所以说不管是脚尖先落还是脚后跟先落，只要最后是什么动作，能够把你这个步伐体现出来，这种对撑外捧相合朝前准备转接摆脚的动作就行了。那下式双摆连，对撑相合，当走后弧，后捋移重心，合胯扣脚，点脚收步。注意在这个地方，它这个时候还不摆脚尖。为啥？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同学你一摆脚尖，你的双摆连是不是在正前方？那你当头炮，你这个时候好不好去发力啊？当然下一节课再去讲当头炮。这一节课就跟老师们强调，在我们打完这个以后，左脚的前脚脚尖是微微离合的，哪怕我们打双摆连还是离合的，所以脚尖方向得固定好。那第二个，有些老师喜欢说咱这双摆连呀，这俩是不是有点啥不一样的？这个呢需要跟老师们说一下，就是我在小时候学拳的时候呢，父亲教了我2种摆连，一种呢是通过这样子的身法，一高一低啊，一种呢是平手。这两种摆连呢都是出现在哪个地方呢？第一个，摆脚跌叉，一高一低摆连；第二个，两手同高的摆连是在转身摆连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这说法特别多。有的人说，第一个摆连是为了以腿法进行踢打为主，第二个腿法是以勾扫来做对拉外捧为主。其实咱们在太极拳的这个演化过程当中，已经把它们两者归成一类了。因为这个双摆连就是咱们常说的一个金刚捣对，还有好多种用法。那双摆连你外形不一样，你一个练成这个样，一个练成
这个样，它外形有点变化，对于我们有什么影响没有？没有，只要我们内心能够理解到，你在摆连的时候，我怎么先去给它击响？因为咱们基础班上强调的不是让你去怎么去打，而是让你去找到周身上怎么去能把脚打住，怎么能找到击响点。所以双摆连到这儿，回忆摆脚跌叉的那个细节点。第一，想要拍到脚怎么办？先弹踢，腰胯相合，周身下沉，先有这个劲儿才行。随后不要管下势怎么变化，只要身法中正稳定，右胯稍微向外一翻，立马就能拍到第二下。所以我们得强调什么？你沉没沉下去。如果你一踢腿，支撑腿蹬很直，踢的腿也很直，你肯定打不着。所以第二个细节，有了松沉相合以后，那膝盖是不是就能领起来了？膝盖领起来，为啥要领起来？因为双摆连的腿法不是正踢外摆，它是什么？它是弹踢外摆。所以只有把大腿模拟成像鞭子抽打出来的一瞬间，这种感觉才能像是摆连跌叉。为啥叫连？就是3寸金莲，这是一种比喻，但实际上还是摆脚啊，摆脚。那我们的腿向上领的时候，看膝盖先上来弹踢，这时候是不是很轻松就能打到了？然后再翻胯，非常简单。所以记住，用肚子上的合劲儿和身法的下沉，以及领膝上提的一个动作外形，再结合我们的节节贯穿，就好拍到了。手拍哪？掌心拍脚背，千万不要勾着脚向上，压脚面，压脚面，这样你很轻就能拍响。你拍脚尖，你就算拿脚尖把手掌给它扎穿了，它不是一样拍不着，拍不响，是不是？所以摆连它就这点东西。那最后记住，摆连踢完以后得站到这儿，千万不能踢完摆连以后一踢完，咚，脚掉地上了。打完摆连，腰腹相合，定在这儿，准备迎接下势。这是我们的转身摆连。